朱元璋为何派大将蓝玉远征内蒙古的贝尔湖呢？公元1368年，明朝军队杀进了元大都，但是在明朝军队抵达大都之前，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已经率领元朝的残余势力逃出了大都了。他们逃往了元朝故地，也就是蒙古草原上。虽然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中原，但是地处北方的参与北元朝廷依旧是这位朱皇帝的一块心地。北元朝廷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但是他们依旧控制着蒙古高原，麾下的骑兵依旧对明朝构成了极大威胁。当时北元利用其手下骑兵的机动性，经常袭扰明朝的辽东，明军是很被动的。想想看，一旦辽东有失，北元骑兵就能长驱直入，杀入关内。所以对朱元璋来说，一日不灭北元，就一日睡不踏实。洪武5年，公元1372年，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冯胜为右副将军，各率5万骑兵，兵分3路进击蒙古。徐达的中路军先胜后败，损失了数万明军。徐达呢，只好是敛兵守在。冯胜的西路军进展顺利，大获全胜。李文忠的东路军也是先胜后败，伤亡惨重。无奈之下，朱元璋只好下旨让他们班师回朝了。这一次北征使朱元璋感到蒙古的军事力量依然非常强大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。于是他就改变了用兵策略，以进攻为主改为防御为主。洪武8年，蒙古名将王保保病死，朱元璋认为彻底解决蒙古的时机来了。他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，于洪武20年，公元1387年9月，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，唐圣宗和郭英为左右副将，率兵肃清沙漠。此时的北元名义上是元朝残余，但实际上更像是元朝建国之前的一个个蒙古部落。托古斯铁木儿皇帝带着部众，经常渔猎于捕鱼洱海。这捕鱼洱海呢，其实就是贝尔湖的旧称。此时朱元璋下旨给蓝玉，务必在捕鱼洱海歼灭北元残余势力，给几十年的明元之争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明军依靠当地向导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杀到了捕鱼洱海附近，将北元残余一网打尽。此次战役，明军取得完全胜利，俘获北元军 7.7 万人。托古斯天马尔在出逃时被部下所杀，其子子弟宝奴被俘，被元金贵被俘3000多人。至于牛马骆驼等财物不计其数。此次战役虽然没有彻底消灭蒙古势力，但是北元亡后，蒙古势力再没有可能对明朝构成任何威胁了。即便是后来的土木堡之变，由于明朝的应对得当，蒙古势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。如果说鄱阳湖之战灭掉陈友谅是明朝的立国之战，那么捕鱼洱海战役就是明朝的定国之战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通过史料我们发现，蓝玉成功北征蒙古主要有2方面原因。第一，蓝玉的军事才能出众；第二，果断抓住元朝名将王保保病死的大好时机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，朱元璋派大将蓝玉远征内蒙古的贝尔湖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肃清元朝势力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